同学们好，今天我将跟大家共同学习中医理论五行学说。首先，让我们来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一生气就会胃痛胃胀，甚至会出现嗳气频频？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会越累越睡不着？这个人通常会描述已经精疲力竭，但就是睡不着。要回答上述的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医理论五行学说中去寻求答案。五行学说，我们将从3个方面来进行学习。首先是五行的基本的概念。五行是指的木、火、土、金、水5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五行学说就是研究木、火、土、金、水5种物质的特性、归纳方法和深刻质化的规律，并用于阐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互关系和运动变化的古代哲学说理的工具。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5种物质所构成的，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变化都是这5种物质不断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五行的特性又是什么呢？五行的特性我们用5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曰稼色，金曰重革，水曰润下。所谓的曲直，就是指的树木曲曲直直的向上向外生长的这种生发的状态。因此，凡是具有生长、生发、调达、舒畅等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都可归属于木的范畴。炎上是指的火具有温热、升腾、向上的特点。凡是具有温热、升腾的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都可以归属为火的范畴。稼是指的播种，色是指的收获。所谓稼色是指的土地可供人们播种和收获农作物。因此，凡是具有生长、承载、受纳等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土的范畴。从就是顺从、服从。革是指的革除、改革、变革。金具有能柔能刚、变革肃杀的特性，因此，凡是具有肃杀、遣降、收敛、清洁性能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金的范畴。所谓润下是指的水具有滋润和向下的特性，凡具有寒冷、滋润、向下、静藏等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水的范畴。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五行学说中所说的木、火、土、金、水，已经不单指5种具体的物质，而是指的5种特性的集合。五行学说以天人相应观指导，将自然界和人体组织结构按五行属性进行归类，形成描述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五行归类表。这个表是以五行为中心，分别归纳人体的5脏：肝、心、脾、肺、肾；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官：目、舌、口、鼻、耳；五体：筋脉、肉、皮、骨；五华：爪、面、唇、毛、发；五志：怒、喜、思、悲、恐；五液：内汗、涎、涕、唾；五声：呼啸、歌、哭、声。五行还归纳了自然界的5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化：生长化收藏；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阴：角质宫山雨。这个五行归类表不仅说明了人自身是一个整体，而且还说明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五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涉及到五行学说的内容。五行学说的内容，我们主要从相生相克、相成相侮2方面来阐述。首先是五行的相生相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行的正常的关系。相生是指的五行之间具有相互滋生、相互助长、相互促进的作用。相生的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生的关系又称为母子关系，凡是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而相克是指五行之间的相互抑制、相互制约和相互克制。
相克的规律呢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所胜和所不胜的关系。凡是我克者为所胜，克我者为所不胜。五行的相互滋生、相互助长，这种正常的关系我们好理解。但是五行之间的相互抑制、相互克制也是属于正常的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相克是维持五行之间相互平衡的重要的力量。当某一行偏于旺盛，它可以通过五行之间的相互克制来恢复平衡。比如木偏于旺盛的时候，木克制土的力量会增强，土就会虚弱。虚弱的土克制水的力量不够，水就会相对旺盛。相对旺盛的水克火的力量会增强，使火相对虚弱。相对虚弱的火克制金的力量不够，所以金也会相对旺盛。相对旺盛的金克制木的力量会增强，从而使相对亢盛的木受到抑制而恢复平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相互克制是维持五行之间相互平衡的重要的力量，它是属于正常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维持着事物的平衡和协调，推动着事物稳定有序的向前发展，这就是五行的生克制化。制是指的制约和克制的意思，而化是指的生化和变化的意思。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它们是既相反又相成的两面。其中生中有克，比如水生木，木生火，而水能够克火，这就是生中有克。克中也有生，比如金克木，木克土，而土却能生金，所以这就是克中有生。只有生中有克，克中有生，五行之间才能保持动态的平衡和协调的发展，这就是五行的生克制化，它是属于五行之间的正常的关系。五行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呢，我们又称为病变的关系。我们用相乘和相侮来概括。相乘是指的一行对所胜的一行过于克制的病变关系。比如说，木本来是克土的，但是如果木太过，克制土的力量会增强，从而导致土的虚弱，这就是木旺成土。而当土过于虚弱的时候，木虽然并不是很强大，但是因为它本来就克制了土，所以木克土的力量仍然会增强，这就是土虚木成。由此我们看出来，相乘的方向其实跟相克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称相乘为相克太过。相侮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相侮是指的一行对所不胜的一行反克的病变关系。比如说，正常应该是金克木，但是如果木过于旺盛，它不仅不被金所克制，反过来会反侮金，这就是木抗侮金。而如果金过于虚弱，木虽然并不强大，但是木它不仅仅不被金所克制，它反过来仍然会反侮金，这叫金虚木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相侮的方向是按照反克的方向来进行的，因此相侮又称为反克太过。相乘和相侮都是反常的克制现象，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如说，相乘是指的相克太过，它是按照相克的方向来进行的，而相侮呢，它是按照反克的方向来进行的。比如说，木太旺会成土，同样的，木太旺还可以反侮金。所以相乘和相侮虽然是相反的，但是它们可以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在发生相乘的时候，同时可以发生相侮；发生相侮的时候呢，也可以同时发生相乘。这就是相乘和相侮的关系。五行之间的关系正常，我们称为相生相克；不正常，我们称为相乘相侮。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内容。本节课的内容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下次课再见，谢谢大家。